您好，各位健康适宜的好朋友。我们的冰箱里可能存放着一些看似无害，甚至是健康的食物，但实际上，它们可能正在悄悄地损害我们的健康。今天，我们将揭示8种您应该立即从冰箱里移除的食物，并提供更健康的替代方案，帮助您打造一个真正有益健康的厨房。1. 富含糖的调味品。隐藏的甜蜜陷阱首先是富含糖的调味品，例如番茄酱、某些沙拉酱等。它们在冰箱里没有存在的必要，更不应该存在于您的健康饮食中。为何我们如此爱糖？我们舌头上2/3的感受器是甜味受体，这是因为在很久以前，糖的唯一来源是水果，而水果只在短暂的季节内可获得。我们会全情投入到水果中，寻找蜂蜜，尽量多地获取，因为我们要在贫瘠的季节中储备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喜欢糖。如何辨识隐藏糖分？您需要仔细查看产品标签。总碳水化合物纤维等于净碳水化合物，将得到的数字除以4，一茶匙糖含有4克碳水化合物。您会惊讶地发现这些产品中含有多少糖。警惕分量大小，这些公司知道所列出的分量大小，例如1茶匙番茄酱或1汤匙沙拉酱，与您实际使用的量无关。您始终需要考虑您实际上会使用该产品的数量。健康替代方案：自制沙拉酱、芥末、醋和橄榄油是制作健康沙拉酱的基础。选购低糖产品，某些品牌，例如 Primal Kitchen， 生产健康的沙拉酱，但要小心，大多数上叶沙拉酱，特别是低脂和无脂的沙拉酱，通常会用糖来替代您想要的口感。番茄酱，根据意大利法律，番茄酱必须由去皮和去籽的番茄制成。要寻找那些剥皮和去籽的番茄酱品牌，例如某些品牌的 Passata。2. 美国的 A1 牛奶、乳酪和优格，为小牛设计的饮品。总的来说，我们本不应该饮用牛奶，甚至连婴儿也不应该。你不是小牛，你的宝宝也不是。牛奶是为了让小牛快速生长而设计的，而且它还有我们的敌人——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HF1。它的设计目标是使事物迅速生长，而我们的生长速度设计的要慢些。所以我们最不希望孩子们喝的就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A1 酪蛋白问题。美国的奶牛一般生产 A1 酪蛋白，这是一种类似植物凝集素的蛋白质，容易与肠壁渗漏和损害胰腺有关。健康替代方案 A2 牛奶、乳酪和优格。现在有许多 A2 牛奶的优格和乳酪问世。欧洲乳酪，来自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大多数乳酪都是 A2 牛奶的，它们在许多杂货店里都很容易买到。瑞士布朗 Swiss Gruyere 是一种 A2 牛奶的乳酪，对你最有益的乳酪之一是来自意大利的真正帕玛森乳酪 Parmigiano Reggiano， 不是那种撒在披萨上的廉价帕玛森乳酪。老帕玛森乳酪有一些令人惊叹的健康益处。山羊奶、羊奶奶酪和优格，这些乳制品含有有益的中链脂肪酸。水牛奶乳酪和优格也越来越受欢迎，是非常好的乳制品替代品。3. 袋装沙拉。隐藏化学物质的方便陷阱。你可能在工作结束后走过杂货店，买了一袋洗好的生菜，把顶部切下来放进碗里。这样做非常方便，也很诱人。问题所在，袋装沙拉袋中的塑化剂通常含有内分泌干扰物质，即使它们声称已经3次清洗，它们仍然会导入用于保持沙拉新鲜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无需在标签上列出。防腐的真相：试想一下，将有几袋装沙拉留在冰箱里，甚至超过了过期日期1个月，它们看起来仍然完全如新。1个月后，这种袋装沙拉既没有发霉，也没有虫子吃。如果1个月内都没有虫子和霉菌愿意吃那份沙拉，那么您可能不想把这些成分放在体内。健康替代方案：购买整颗蔬菜和生菜，将它们切碎，用沙拉甩钱机甩钱。你会发现你期待住制作晚餐的沙拉。4. 果汁。纯粹的液体糖。把果汁从你的冰箱里拿出来。果汁就是糖，纯粹的糖，营养价值低，即使是新鲜榨的柳橙汁，一杯柳橙汁里也没有真正的营养。抑制免疫系统。令人惊讶的是，在人类志愿者身上进行的研究显示，喝一杯柳橙汁后，他们的白细胞被麻痹了6个小时，无法完成他们的工作。在现今，我们都担心下一个细菌和病毒，为什么我们要用一杯柳橙汁麻痹我们的免疫细胞呢？警惕无添加糖。请记住，果汁就是纯糖。当你看到无糖添加这个词时，解释和翻译就是这类已经有很多糖了，我们不需要再添加了。健康替代方案：不要喝果汁，在您的水中挤点柠檬、柳橙和酸橙。
使用一些基于甜菊糖的滴剂为您的水增添味道，或者只是喝点水。5. 调味咖啡奶精，肠道与健康的破坏者似的，甚至是无糖的调味咖啡奶精，这些确实不好。破乳剂与肠道损害，许多这些产品是由破乳剂制成的，这些破乳剂实际上已被证明对你的肠壁造成损害。豌豆蛋白与植物凝集素，现在许多这些产品还加入了豌豆蛋白，甚至有很多原本没有的产品也加入了。不幸的是，许多患有肠壁渗漏和自身免疫疾病的患者在敏感性测试中，杏仁如果带皮的整颗杏仁制成和豌豆蛋白常常出现阳性反应。高 Omega 6脂肪酸，大多数奶精都充斥着像玉米油、红花油、葵花籽油、花生油这样的 Omega 6脂肪酸。燕麦奶的风险，燕麦奶是时下的风潮，但事实是，美国的燕麦，即使是有机燕麦片和燕麦棒，大多喷洒了草甘膦，甚至还有导致先天缺陷的禁用除草剂。这些奶精里含有过多的有毒化学物质，请远离燕麦奶。健康替代方案，多种基于甜菊糖的甜味剂奶精，极好的椰子油和 MCT 中链甘油三酯基础的奶精，一些很棒的巴西莓蔗糖和罗汉果和 MCT 奶油。在煮咖啡的时候，在咖啡渣上撒上肉桂，或者在做完咖啡后撒肉桂。如果必须用奶精，寻找基于椰子、漂白杏仁奶或榛果奶的奶精。6. 人造黄油 Margarine， 被误导的健康神话把人造黄油从你的冰箱里拿出来。在70、80年代，我们被教育认为人造黄油是如此安全、如此健康，因为它充满了多不饱和脂肪，而你饮食中最不想要的就是像黄油那样的饱和脂肪。但事实与我们认识的大相径庭。多不饱和脂肪的误区，坦率地说，我们不知道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真正影响。不要相信黄油是什么超级食品的炒作。研究揭示真相。今年1月份发表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芬兰人，他们有已知的稳定性心绞痛及冠状动脉有堵塞，当他们迅速行走或剧烈锻炼时会出现胸痛，停下来后胸痛会消失，下次再做时胸痛会复发，这就是稳定性心绞痛。研究发现，人们吃黄油越多，他们的稳定性心绞痛变得不稳定的速度就越快。人们喝或食用的乳制品越多，他们的稳定性心绞痛变得不稳定的速度就越快。这成为重大新闻，乳制品对你有害，黄油对你真的很有害。尽管这在论文中有提到，人们吃的发酵乳酪越多，他们的病情就越不稳定。即使黄油来自草饲的牛 A2 牛也不是答案。健康替代方案。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你会在所有东西里都添加橄榄油，包括面包。这是你应该使用的东西，而不是黄油。食物的唯一目的是让橄榄油进入你的口腔，当然要摒弃人造黄油。7. 午餐肉 Deli Meat， 致癌与炎症的加工陷阱很遗憾，熟食里充满了麸质，即使在标签上不一定要出现。熟食的另一个问题，大多数人现在都知道，是这些加工肉类与心脏病、关节炎和癌症相关。现在关联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现在是一致的。因此，这些加工肉类是增加患心脏病、关节炎和癌症风险的最高途径之一。华尔街日报的警示。有趣的是，华尔街日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到了我们的三明治是如何致命的。他们详细介绍了面包如何致命，但更重要的是，三明治里装的是熟食。他们的建议是改用全麦面包，但这对你真的很不好。重点是，即使华尔街日报也开始认识到这些食物的危险。健康替代方案，用意大利火腿、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和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真正发酵香肠替代。什么是真正的发酵香肠？将碾碎的肉发酵实际上使这些产品不仅安全，而且可能有益。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是一个位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小小国家，叫做安道尔 （Andorra）， 平均寿命为 89.7 岁。有趣的是，他们每天都吃香肠。他们是山羊和绵羊饲养者，他们在吃对你来说真的不好的香肠，但正如你将要了解的，发酵香肠实际上是相当安全的。警惕商业熟食，大多数商业熟食，即使有意大利名字，也不是真正的发酵香肠。所以除了寻找实际来自这些国家，如安道尔的产品，还能用什么？自制或优质替代，买一些草饲的鸡肉和火鸡肉，烹饪切片会很好吃。使用野生捕捞的烟熏三文鱼，或者吃沙丁鱼三明治。用沙丁鱼做三明治很棒，用生菜叶子裹着一些酪梨酱。如果你对沙丁鱼真的不感兴趣，可以选择去皮去骨的那种，
你会感到愉快的惊喜。8. 葡萄被改良的糖炸弹。把冰箱里的葡萄拿出来。葡萄被改良成糖炸弹。一杯葡萄的糖含量和一颗好事巧克力棒一样多。这些都是纯粹的糖。案例分析：有一位女士，她因深度疲劳无法起床，昏昏欲睡，但当看她吃的东西时，她对葡萄上瘾，她离不开它们。为什么她对葡萄上瘾？因为她代谢不灵活，她的三酸甘油酯非常高，她是糖尿病患者，她依赖正在杀死她的食物，就是葡萄。葡萄的变化，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喜欢葡萄里的糖，我们早些时候就被设计成吃葡萄，因为以前葡萄一年只有一次，现在是全年都有。建议把葡萄从冰箱里拿出来。希望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内容能对您有所帮助。立即检查您的冰箱，并做出这些健康的改变，将会是您迈向更健康生活的重要一步。您会立刻开始清理您的冰箱吗？欢迎分享您的个人体验。最后别忘了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